叔嫂文学假死复仇，带气儿跑B1，王楚然搭档张凌赫，这一秒过火到底好看在哪儿？这部剧改编自肥我思存的《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》，男主慕容清逸出场就是疯批军阀腹黑公子，他老爹就是来不及说我爱你的男主慕容峰。因为小时候意外被李家抱错，受尽虐待，在慕容清逸发现自己的身世秘密和李家的图谋后，决定冒险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传递消息。可是半路还是被李家拦截，他被扔进大海，本以为就此殒命，没想到却被任素素救了。那一年素素才11岁，她是药商之女，却因为救下慕容清逸被害家破人亡。自此素素也进了孤儿院，那里表面上是孤儿聚集地，实则是供人玩乐的魔窟。也是在这里，素素结交了方木兰，两人约定好把所有被困女子救出来，再向仇人复仇。8年后，素素为了报仇，蓄意接近慕容清逸，但她没想到的是，这场重逢让自己却对慕容清逸暗生情愫。之后也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发现，慕容清逸是天才医生，更是清清白白的，所以素素决定假死消失，继续寻找真正的仇人。她像龙胆花一样逝去，然而清逸却以为是自己误杀了素素，从此他深陷枪杀爱人的痛苦中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亲手烧掉为素素种的龙胆花田，可火光里全是素素的身影。他无数次在街头看到和素素相似的身影，都追上去，可每一次都不是素素。他为他目前守灵3年，生嚼野草，埋怀表，就连自己的武器正剑都暗藏着女主童年画像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清逸养成了卧薪尝胆、扮猪吃虎、为爱而活的疯子。可就算慕容清逸冒死把李家谋划对付慕容家的消息告知父亲，他还是一样不被认可，一颗真心全被错付。直到3年后，慕容家为拓展势力，从李家召回慕容清逸与霍家联姻。与此同时，清逸与化身方木兰的任素素再度重逢，死去爱人突然归来，却已成为兄长的未婚妻。慕容清逸认定对方就是任素素，不断逼问试探，试图揭开她的真实身份。然而任素素滴水不漏，两人之间暗流涌动，刀尖起舞。就这样，两人以叔嫂身份共同度过了一段对抗期。其实清逸知道她是素素后，就各种强制爱，甚至威胁素素：嫂嫂，你最好对我说实话，否则我也不知道我在大哥面前会做出些什么。可上一秒清逸还在掐脖索爱，下一秒就怕真的会被发现私会，立马跳到了湖里。并且出来后还是公主抱着素素，即使再生气，酒杯还是向后砸向酒瓶，因为素素在前面。其实他一直都爱素素，即使过去3年，也没有一天忘记过曾经那些两人甜蜜的时光。还记得最初素素教他如何种龙胆花，轻易教素素跳舞，如果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就好了。他们的爱情从来不是相爱容易相处难，而是相爱不敢爱，相认不敢恩。然而兄长慕容青羽的意外死亡让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，慕容清逸和任素素同仇敌忾，一起复仇，二人逐渐爱火重燃，彼此靠近。明明自己痛的都站不住了，还拼尽全力护着爱人，慕容清逸的爱太拿得出手了。同样素素也是真心爱着他的，被坏人殴打的时候，素素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护着清逸，哪怕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是用手护着清逸的头。即使是乐安和妈妈一起保护了爸爸，那时素素就已经怀上了清逸的孩子。本以为可以和妻儿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但民国爱情十有9悲，他俩也不例外。命运弄人，家国动荡，慕容清逸和任素素都抱着必死的决心。最终，慕容清逸和大反派张明珠同归于尽，任素素带着2人的孩子去到了南方生活。东宫的作者向 H1只能爽死了。其实剧版和原著差距挺大的。原著中出身权贵豪门的慕容清逸，在马场里偶然救下出身贫寒的任素素，他对她一见钟情。一袭风月之后，慕容清逸扬长出国而去，将任素素置诸脑后，遗忘了整整4年。再次重逢，慕容清逸发现曾和素素有过一个孩子，而这个孩子的死终于令他由怜生爱。在他生死相随的誓言下，两人终于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可婚后的两人却渐行渐远，慕容清逸夜不归宿，任素素亦不闻不问，相互猜忌，终使两人分道扬镳。难以调和的性格矛盾，最终造成不可弥补的悲剧。直到离婚后，慕容清逸才终于明白了爱到底是什么。但我觉得其实剧版更具有戏剧性，剧情更加丰富。张凌赫再次出演虐剧，不是拿枪对着自己，就是对着爱人，雨夜下跪，一整个破碎感拉满，也是王楚然继白周姐后凭借美貌和演技为自己证明的一部剧。所以就冲这么标准的男人和女人，俺也要尝尝咸淡。导演易军曾指导过大爆剧《媚者无疆》和《傅流年》，这一下我是真的期待住了。